极寒末世来临，我被姨妈一家推进水井，却意外发现一条和我长相一样的金色人鱼。还没等细看，我便断了气。结果一睁眼，我就重生回末日前一周。我立刻用城里的别墅换了姨妈乡下那间破屋子。客厅里，姨妈数着钱，笑得合不拢嘴。我心里冷笑。上一世我带着父母投奔他们，结果他们不仅骗光我们的物资，还把我父母冻成冰雕。我拼命反抗，却被他们推进破井。这一世，我绝不重蹈覆辙。姨妈生怕我反悔，催促我马上在过户文件上签字。字一签完，她松了口气，脸上终于敢露出嘲笑。我懒得理会，直接走到水井边，伸手碰了碰粗糙的井壁，里面只有杂草和脏水，没有见到人鱼的影子。夜里，我穿上潜水服，头灯的光束切开浑浊的井水，只能照亮前方一小片，除了水草和枯枝烂叶，什么也看不见。我来到上一世坠落时的位置，忽然想起外婆曾说，这井里住着一位美人鱼，专渡含冤将死之人。看来这就是我重生的原因。凭着记忆，用金属探测器搜寻那片区域。就在这时，探测器发出了尖锐鸣叫，我心下一震，徒手扒开苔藓和淤泥。暗绿色的附着物下是一大水底金山，在我手电筒的照射下闪着金光。我强压住狂跳的心，取出一块金砖抱在怀里，入手沉重异常，还没来得及狂喜，我立刻犯愁怎么处理这些金子。末世在即，常规渠道变卖大量来历不明的黄金，极易惹上麻烦。还好我有上一世的记忆，找到黑市里一个叫老鬼的中间人，他刚开始还不敢和我换如此多金砖，但我让他随便开价，利益驱使下，他终于报了个价，比市价低不少。但我图的就是安全和快速变现，最终我从老鬼那换到3000亿。末日还有6天就要来，囤货清单早已烂熟于心，那是上一世用生命代价换来的经验。我首先联系了多家大型仓储式超市和军粮供应商，以筹建偏远地区工作站和影视剧组后勤为名，开启了扫货模式。高热量的军用压缩干饼干，每箱20公斤，我订了500箱，各种口味的肉罐头、鱼类罐头、水果罐头都是长保质期的，按吨计算。冻干蔬菜包、复合维生素片、巨量的盐和糖，塞满了整整3个集装箱。这些基础生存物资通过加急物流，源源不断运往乡下老宅临时清空的谷仓。药品是另一条至关重要的战线，我通过老鬼的渠道联系上一个有能力的医药代表，抗生素、止痛药、麻醉剂、缝合针线、消毒酒精、碘伏、纱布、石膏，我几乎搬空了一个小型社区药房的库存。考虑到长期封闭可能出现的心理问题，我还储备了一些抗焦虑和助眠的药物。所有药品都被细心分类，标注好有效期，存放在避光防潮的特制柜子里。能源与工具方面，我订购了10台大功率柴油发电机，以及足以让它们满载运行数年的柴油储备，做好隔热和防护。净水系统我准备了2套，一套接入深井，包含多层过滤和紫外线杀菌，另一套是便携式的，甚至包括化学净水药片。为了应对极端低温，最高等级的极地防寒服、睡袋、取暖贴，准备了足够3人轮换的几十套。工具从斧头、工兵铲到全套5金工具箱，应有尽有。至于武器，我通过特殊途径弄到了一些强弩、电击器和几把开刃的冷兵器，它们被小心地存放在只有我知道的隐蔽处。然而，我最看重的是长期生存能力。我花费重金，从一家高科技农业公司定制了一套高强度立体种植舱。这套系统采用人工光照和循环营养液，能够以最小空间和资源消耗，快速生产藻类、蘑菇和一些绿叶蔬菜。与之配套的是大量经过筛选的速生种子、菌包和营养基。物流车辆日夜不停地穿梭，老宅很快被堆积如山的物资包围。同时，我还联系了一个可靠的施工队，告诉他们不计代价，必须在6天内围绕水井建起一个避难所主体，要能抵抗零下100度的严寒，还要有基本的生态循环功能。当天下午，重型机械的响声打破了村子的安静，几十辆工程车沿着山路开了进来，工程日夜不停，墙面眼看着升了起来。保温层、防爆层、独立能源模块、空气循环系统，每个细节都按最高标准做。我守在工地，几乎不休息，生怕出什么意外。第5天，避难所的主体结构完成了，姨妈又带着一群看热闹的村民来了。她指着那座大房子，尖声说：“大家看看，这就是我那傻侄女花了1个亿搞的破工程，哈哈哈！等过几天钱花光了，我看你喝不喝这井里的脏水。”村民们都笑起来。还真建起宫殿了，等钱花光，看你怎么哭。太傻了，怎么这么糟蹋钱？我立刻叫人把他们全赶走。姨妈低声骂了句不知好歹，就带着人走了。第6天上午，我安排的人将父母从城里接到了乡下。他们下车时，看着眼前这座即将完工的庞大建筑和堆积如山的物资，满脸都是困惑与震惊。此时，避难所内部的安装完毕，工程负责人跟我结清尾款后，他们连夜离开。世界重新安静下来，我坐在避难所入口的台阶上，看着黑暗中那口沉寂的水井。明天就是末日，前世的画面不受控制的闪过，鹅毛大雪一下子吞没城市，电力中断，通讯全无，气温几天内降到零下300度。小王，爸妈的叫声把我从回忆里拉出来，他们跑过来，脸上带着惊慌。那些工人怎么都走了？你这房子不见了？我慢慢站起身，打开大门，露出里面充满现代感的通道，和外面毛坯一样的堡垒形成强烈对比。他们俩张大嘴巴，呆愣又吃惊。闺女，这还是那个破房子吗？我没解释，径直走到控制台前。末日即将进入最后1分钟，我打开所有外部监控画面，山林、村子、远处城镇零星的灯光，一切看起来正常。0点的铃声响起，窗外温度传感器的读数在快速下降，零下30摄氏度、零下50摄氏度、零下70摄氏度，最后停在吓人的零下300摄氏度左右。世界像被按了暂停键，陷入一片冰封。末世真的来了。
0点刚过，我立刻起身检查避难所的所有系统，按下能源开关，室内温度很快升到20度，和外面的严寒完全是两个世界。空气循环系统运转正常，新鲜空气带着轻微气流声涌入，没有异味。打开净水龙头，清澈的水流哗哗流出。接一杯尝了尝，没有杂质。立体种植仓的指示灯是绿色的，里面的藻类已经有了微弱的生长迹象，蘑菇菌包也保持着湿润，所有设备都没问题，我心里踏实了不少。父母紧跟着我，亲眼看到所有系统正常运转，脸上终于露出了如释重负的表情。第5天下午，监控里出现了姨妈一家的身影。姨妈一家穿着单薄的衣服，缩着脖子，冻得瑟瑟发抖。上一世他们骗走了我的别墅，这一世肯定是在城里的别墅耗尽了燃料和物资，撑不下去才回乡下老宅。他们走到避难所门口，看着紧闭的大门和围栏，脸上满是惊讶。姨妈用力开门大喊：林婉，开门，快让我们进去！我没理会，继续盯着监控。他们拍了半天门没回应，就在院子里打转。一副张军走到围墙边，试着往上爬，却被光滑的墙面滑了下去。这死丫头肯定是故意不让我们进！姨妈气急败坏地骂着。他们在院子里折腾了1个多小时，最后只能冻得缩着身子离开，去了村子里的方向。接下来几天，没再在监控里看到他们。我和爸妈按部就班的生活，每天吃储备的食物，检查设备，打理种植仓。那天深夜，我像往常一样检查监控，突然看到一道黑影出现在避难所外墙边。是一副张俊，手里拿着个手电筒，光线在墙面上来回晃，沿着墙面慢慢摸索，时不时用手敲一敲。我的心提了起来。避难所外墙是特殊加固的，他应该找不到破绽。可没过多久，他的手电筒停在了墙角，那里是隐藏的通风口，外面做了伪装，和墙面几乎融为一体。我看见他伸出手，在通风口的伪装处摸来摸去，手指似乎扣住了什么。他脸上露出一丝得意，开始用力撬动，伪装被弄开一道缝隙，冰冷的空气瞬间灌了进来。我握紧旁边的电击器，知道这个通风口连着重内部防御系统，只要他再进一步，就会触发电击。但我没立刻启动，继续盯着监控，想看看他接下来要做什么。一副趴在通风口旁边，侧耳听着里面的动静，眼睛里满是贪婪的光，耳朵贴得很近，还在用力撬动伪装板。我盯着监控，手指放在防御系统的启动键上，下一秒，他把伪装板彻底掀开，伸手就往通风口里探。滴滴滴，刺耳的警报声立刻响起，通风口内侧的喷头瞬间启动，无色无味的防御喷雾朝着姨父的手喷了过去。他猛地缩回手，疼得龇牙咧嘴，在雪地里不停地搓着手掌。我拿起提前准备好的扩音器，走到避难所的发声口，按下开关，声音传遍整个村子。所有人听着，这房子现在是我的，谁也不许靠近，擅自闯入者都会触发防御装置，后果自负。扩音器的声音在寂静的雪夜里格外响亮，不少村民家里的灯都亮了一下。姨父显然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动静，他又惊又怒，却不敢再靠近通风口，骂骂咧咧地转身跑了。我关掉扩音器，继续盯着监控。爸妈被警报声吓了一跳，跑过来问我怎么回事。姨父想从通风口钻进来，被防御喷雾喷到了。我简单解释，我已经警告过全村，应该能安分一阵子。爸妈点点头，脸上满是后怕，叮嘱我一定要小心。第2天一早，监控里出现了村民聚集的画面。老村长站在中间，身边围着不少人，姨父和姨妈也在里面，还在不停地说着什么。老村长手里拿着拐杖，摆了摆手，似乎在劝说大家。我放大监控声音，能隐约听到他们的对话。老村长说：现在是末世，大家应该互相帮忙，不能想着抢别人的东西。林婉那孩子有准备，咱们可以跟他商量合作，说不定能分点物资。姨妈立刻尖声反驳：合作什么？那房子本来就是我的，是他用阴谋骗走的，里面的东西都该是我们的，凭什么让他一个人独占？咱们这么多人直接冲进去，肯定能把房子抢回来。不少村民被姨妈的话打动，纷纷点头附和。他们大多已经快断粮了，看着避难所里有吃有喝，早就动了歪心思。但也有一部分村民赞同老村长的想法，觉得强攻太危险，还是合作靠谱。两派村民吵了起来，互不相让，最后不欢而散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村里还算平静，赞同合作的村民没有再来找我，主张强攻的也没敢真的动手，只是偶尔会在避难所外围徘徊。我每天依旧检查设备，打理种植仓，爸妈则帮忙整理物资，把吃的用的分类摆放得更整齐。为了防止意外，我增加了监控的查看频率，每个角落都不放过。第5天下午，我在监控里看到姨妈的女儿小慧独自走到了井边，在井边来回踱步，不知道在找什么。她蹲下身，伸手在井壁的缝隙里摸索着，突然她眼睛一亮，从缝隙里抠出了什么东西。我立刻放大画面，看清那是一块小小的金砖，应该是我取金砖时不小心掉进去，卡在缝隙里的。小慧紧紧攥着金砖，左右看了看，见没人注意她，赶紧把金砖塞进衣服口袋，然后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快步跑回了村子的方向。我盯着她消失的背影，心里冷笑，没想到还遗漏了一块，正好被她捡到。这金砖虽然不大，但在末世里价值不菲，她肯定会告诉姨妈和姨父，这下他们恐怕更不会死心了。我转身跟爸妈说了这件事，爸爸皱起眉头，这丫头捡到金砖，肯定会让她爸妈来抢，咱们得更小心才行。妈妈也一脸担忧，要不咱们把井也封起来，省得他们再打主意。我摇摇头，不用封，井是避难所的重要水源，封了反而麻烦。他们要是敢再来，
我有的是办法对付。我走到控制台前，重新检查了一遍防御系统，确保所有装置都能正常运行。小慧捡到金砖后，我知道姨妈一家肯定会变本加厉，必须把避难所的安全做到万无一失。水井是避难所的核心水源，也是金砖的出处。我担心之前取金砖时留下隐患，或者还有遗漏的风险，决定再次探查水井。我穿上防水服，带上头灯和工具，打开井盖爬了下去。井水比上次探查时更浑浊，头灯的光线只能照亮周围1米左右的范围。我沿着井壁慢慢往下爬，一边爬一边检查。之前取金砖的区域已经被我用水泥简单封堵，没有松动的迹象。爬到井底，我用工具敲了敲金砖层的岩壁，发现声音有些空洞，不像是实心的。上一世坠落时，我只摸到了上层的金砖，没来得及细看下方。我心里一动，难道金砖下面还有空间？我拿出随身携带的小型破岩工具，开始小心地凿击金砖层下方的岩壁。岩石很坚硬，凿了半个多小时才开出一个小口，一股温热的气流从口子里涌出来，和井下的寒气形成鲜明对比。我加大力度，把洞口凿得足够容纳1人通过，然后举着头灯往里照，里面竟然是一个天然溶洞。我爬进溶洞，顺着水流声往前走，很快看到一处冒着热气的温泉，泉水清澈，水面上飘着一层薄雾，周围的岩石都是温热的。更让我惊喜的是，温泉周围的地面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黑土，看起来异常肥沃。我蹲下身，用手抓了一把，土壤松软，还带着湿润的水汽。溶洞里的温度明显比外面高，大概在15度左右，完全不受外界严寒的影响，应该是某种特殊矿物在保温。这个发现让我兴奋不已。有温泉就有源源不断的水源，还有肥沃的黑土，正好可以扩建地下种植区。之前的立体种植仓虽然好用，但空间有限，要是能把这里利用起来，种植更多作物，我们的长期生存就更有保障了。我在溶洞里仔细查看了一圈，确定没有危险，也没有其他通道，然后才爬回井里，盖好井盖，回到避难所。我立刻把这个发现告诉了爸妈，他们听了也很激动。爸爸说，有温泉和黑土，咱们就能种更多蔬菜，不用一直依赖储备物资了。妈妈也点头，这里温度适宜，种出来的菜肯定长得好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开始规划扩建种植区。我从储藏室拿出工具，先把溶洞里的黑土整理平整，划分出几块种植区域，然后把立体种植仓里长势较好的藻类和蘑菇菌包移植到黑土中，又挑选了一些速生蔬菜种子，撒在整理好的地里，浇上温泉水。为了让作物更好的生长，我把立体种植仓的人工光照设备拆了一部分，安装到溶洞里，确保作物能获得足够的光照。每天我都会抽出时间去溶洞查看作物长势，给它们浇水、松土。温泉水似乎有特殊的滋养效果，没过几天，种子就发芽了。嫩绿的芽尖从黑土里钻出来，蘑菇也长得更快了。爸妈也经常帮着打理种植区，妈妈还把一部分温泉水引到避难所的卫生间，用来洗漱，比之前用净化水方便多了。溶洞里的温度恒定，空气湿润，待在里面很舒服。我们偶尔还会在里面休息一会儿，缓解一下末世里的压抑。这天，我像往常一样去溶洞查看作物。走到温泉深处时，头灯的光线照到岩壁上有一些模糊的痕迹。我走近一看，发现是一些刻字。因为年代久远，有些字迹已经模糊不清，但能勉强辨认出几个字。我仔细擦拭掉岩壁上的水汽和灰尘，完整的句子渐渐显露出来。精进则生路线。我反复琢磨着这句话的意思。上一世我没取完金砖就被推进井里，没能发现这个溶洞。这一世取完金砖，果然找到了这个能提供水源、土壤和适宜温度的地方，确实是一条生路。可这刻字是谁留下的？他们怎么知道这里有金砖，又怎么知道溶洞的存在？我把这个发现告诉了爸妈，他们也很惊讶。爸爸推测，可能很久以前就有人发现了这里的金砖和溶洞，特意刻字提醒后人。妈妈则有些担心，会不会还有其他人知道这个秘密？我摇了摇头，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还有其他人知道。但这句话让我心里多了一份警惕，也多了一份好奇。我琢磨了半天，也没理清深层意思，只能先放下疑惑，专注于守护避难所。溶洞里的作物长势越来越好，温泉水滋养的黑土让蔬菜疯长，很快就能收获第一批青菜，我们的食物储备更有保障了。这天上午，监控里出现了老村长的身影。老村长带着几个村民，裹着厚厚的棉衣，在避难所门口徘徊。他们脸色憔悴，脚步虚浮，看起来已经快断粮了。老村长敲响了避难所的呼叫铃，声音在寒风里显得很微弱。我走到控制台前，按下通话键。村长，有什么事？老村长的声音带着疲惫。林婉啊，村里的食物已经吃完了，冻僵的动物也找不到了，大家快撑不下去了，能不能给我们分点吃的？我们愿意用东西换。我犹豫了一下，上一世村民们虽然没有直接害我，但也冷眼旁观姨妈一家的恶行。可看着他们冻得瑟瑟发抖的样子，又实在不忍心。最终我决定给他们一点食物，也算仁至义尽。我可以给你们3天的口粮，但只能每个人领1次，不能多要。你们在门口等着，我通过气闸地出去。我从储藏室拿出压缩饼干和罐头，按人数分好，然后走到气闸室。气闸室是双层门设计，能防止开门时寒气涌入。我打开内层门，把食物放进去。关好内层门，再打开外层门的小窗口，让村民们依次领取。老村长领着村民们有序领取食物，不停地说着谢谢。我注意到姨妈和姨父没有来，心里清楚他们肯定还在打避难所的主意。分发完食物，老村长再次道谢。林婉，谢谢你，这份情我们记着。说完就带着村民们离开了。爸妈担心地说，你给他们食物，会不会让他们觉得我们好欺负，以后总来要？我已经说过，只能领1次。
他们要是识相，就不会再来。而且我在气闸室装了摄像头，拍了他们领取食物的画面，真要耍赖也有证据。当天晚上，我照例检查监控，突然发现村里有不少人影在活动，带头的正是姨妈和姨父。姨妈一家在村民家里串门，不知道在说些什么。我放大监控声音，隐约听到姨妈在煽动。林婉那丫头手里有的是食物，她就给我们一点打发叫花子，凭什么她一个人享福？咱们今晚一起去抢，人多势众，她肯定挡不住。不少村民被说动了，纷纷点头。我心里一沉，果然没那么容易打发。就在这时，监控里看到李叔偷偷溜了出来。李叔是村里的老木匠，为人老实，上一世也没参与姨妈的恶行。他走到避难所附近，朝着气闸室的方向晃了晃手电筒，然后快速跑了回去。我立刻明白他这是在报信，心里涌起一丝感激。我赶紧走到控制台前，启动了外围的声波驱散装置。它会让人头晕恶心，但不会造成致命伤害，正好用来驱赶抢粮的村民。同时，我放出了无人机，让无人机在避难所上空盘旋，开启拍摄功能。无人机的灯光很暗，不容易被发现，正好能拍下带头抢粮的人的面孔。没过多久，一群村民拿着工具，在姨妈和姨父的带领下，朝着避难所走来。他们脚步很轻，显然是想趁夜偷袭。走到避难所外围时，声波驱散装置开始工作。村民们立刻停下脚步，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，纷纷捂住耳朵。怎么回事？怎么这么难受？有人忍不住喊了出来。姨妈强忍着头晕，喊道：别停下，他肯定是装了什么吓唬人的东西，冲过去就能抢到货。可声波的影响越来越大，不少村民开始后退。姨父见状，拿起一根木棍，朝着避难所的大门砸去，却被大门反弹回来，疼得他龇牙咧嘴。我操控无人机，把镜头对准姨妈、姨父和几个带头砸门的村民，清晰拍下了他们的面孔。见村民们被声波折腾得没了力气，纷纷后退，我才关掉装置。姨妈和姨父不甘心，还想煽动大家再冲一次，但村民们已经吓破了胆，转身就往村里跑，两人也只能骂骂咧咧地跟着回去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检查监控时，发现避难所门口躺着一个人。我放大画面，看清是村民陈老三，他是昨晚带头砸门的人之一。陈老三躺在雪地里，已经没了呼吸，身体冻得僵硬，手里紧紧攥着一块小金砖。这件事很快在村里传开，监控里，村民们围在尸体旁议论纷纷，脸上满是恐惧和猜忌。小慧被众人围着质问，脸色发白，最后终于忍不住承认：我给金砖是想让他们更有动力去抢粮，没想到会这样。他的话像火上浇油，让村民们更加激动。有人喊道：林婉能拿出金砖换钱建避难所，手里肯定还有大量黄金，他不光藏着食物，还藏着金子。我看着监控里群情激愤的村民，心里清楚，他们已经被饥饿和贪婪冲昏了头脑。爸妈也很担心，他们现在认定你还有黄金，肯定会更疯狂的来抢。我点了点头，立刻检查所有防御系统，确保声波装置、监控和无人机都能正常工作。当天下午，姨父突然在村里召集大家开会，他站在空地上，大声说道：老村长肯定私藏了粮食，他之前去求助林婉，说不定还偷藏了不少，不然怎么能撑到现在？我们应该去他家搜搜。他这话明显是在诬陷老村长，想趁机夺权，可被贪欲冲昏头的村民们根本不加分辨，纷纷附和。老村长气得浑身发抖，反驳道：我根本没有私藏粮食，林婉给的食物都分给大家了，我家里早就断粮了。但没人相信他的话，姨父带着一群村民直接冲到老村长家。老村长想阻拦，却被村民们推开。村民们在老村长家里翻来翻去，把所有角落都搜了个遍，却没找到多少食物。姨父不甘心，指着老村长的粮仓喊道：肯定藏在里面，把粮仓打开。几个村民立刻找来工具，撬开了粮仓的锁，里面只有少量发霉的粮食，根本不够几个人吃。你还说没私藏？姨父上前一把揪住老村长的衣领，是不是把好东西藏起来留给自己？老村长奋力挣扎，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两人扭打在一起，其他村民也分成两派，一派帮着姨父，一派维护老村长，场面一片混乱。我看着监控里的内斗，心里清楚这是姨父故意挑起的。他想借村民的手除掉老村长，自己成为村里的带头人，然后再集中所有人的力量抢我的避难所。混乱中，姨父突然从怀里掏出一把匕首，这应该是他之前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。老村长没注意，还在和他撕扯。姨父找准机会，猛地将匕首刺向老村长的胳膊。老村长疼得大叫一声，后退了几步。村民们都被这一幕吓住了，暂时停住了打斗。姨父却像疯了一样，上前又推了老村长一把。老村长本来就年纪大，又受了伤，站立不稳，后脑勺重重撞在了门框上，当场就昏了过去。姨父看着倒地的老村长，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，但很快就镇定下来，对着村民们喊道：是他先动手的，我是自卫。现在老村长昏了，大家听我的，继续搜他家，肯定还有存货。几个被他煽动的村民立刻又开始翻找，最后在老村长的床底下找到了一小袋保存完好的玉米和几罐咸菜，这应该是老村长最后的存粮。姨父一把夺过存粮，说道：这些粮食归我保管，以后大家听我的指挥，一起去抢林婉的避难所和黄金，保证大家都有饭吃。其他村民虽然有些犹豫，但看着那袋粮食，又想到传说中的黄金，还是默认了姨父的领导。有人想上前看看老村长的情况，却被姨父拦住：别管他，我们先把粮食分了，然后商量怎么抢避难所。我看着监控里的这一切，心里一片冰冷。姨父为了夺权，竟然对老村长下此毒手，而且还夺走了他最后的存粮。
老村长一直主张合作，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好人，现在却落得这样的下场。我赶紧放大监控画面，看清老村长的情况。他躺在地上一动不动，不知道是死是活。姨父带着村民们拿着存粮离开了，根本没人管老村长的死活。爸妈也看到了这一幕，妈妈忍不住抹了抹眼泪。老村长太可怜了，姨父怎么能这么狠心？爸爸叹了口气，现在村里彻底乱了，姨父掌权后肯定会立刻组织人来抢，我们得做好最坏的准备。我点了点头，走到控制台前，再次检查防御系统。声波装置已经充满电，无人机也准备好了，强弩和电击器都放在随手能拿到的地方。我知道一场更大的冲突即将来临，姨父已经杀红了眼，为了黄金和食物，他肯定会不惜一切代价攻打避难所。我通过监控看着姨父每天召集村民，不知道在密谋什么，心里清楚他下一步肯定会针对避难所，只能加倍加固防御。溶洞里的种植区成了我们生存的核心，之前移植的蔬菜长势喜人，我又把大部分土豆种子种进黑土，温泉水灌溉加上恒定的温度，没过多久就冒出了翠绿的芽。我每天都会花2小时打理种植区，松土、浇水、清理杂草。爸妈也主动帮忙，妈妈负责采摘成熟的速生菜，爸爸则学着给蔬菜施肥。这些新鲜蔬菜让我们的饮食丰富起来，不再只依赖压缩饼干和罐头，生活质量明显改善。妈妈还试着用温泉水和面做了久违的蔬菜饼，味道虽然简单，却是末世里难得的温暖。照这样下去，咱们的蔬菜根本吃不完。爸爸看着长势茂密的土豆苗，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。以后就算储备粮吃完，咱们也能靠这些作物活下去。我点点头，心里踏实了不少。只要种植区不出问题，我们就能长期生存。每天我都会定时查看监控，观察村里的动静。姨父虽然掌控了村子，但村民们并不齐心，有人因为分粮不均互相争吵，还有人私下抱怨，根本没法组织起有效的力量。我看着他们内斗，没有丝毫介入的想法。上一世的教训让我明白，对这些贪婪的人仁慈，就是对自己残忍。为了防止姨父突然偷袭，我又加固了避难所的大门，在围墙周围增加了更多声波传感器，只要有人靠近，就能提前预警。无人机也分成2班，轮流在空中巡逻，确保没有遗漏任何死角。爸妈也帮着检查物资，把常用的工具和武器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，做好随时应对突发情况的准备。这天下午，我像往常一样操控无人机巡逻，突然发现村外的雪地上有异常，无人机的镜头里出现了一道明显的血迹，顺着血迹往前，还有拖拽的痕迹，一直延伸向山里。我心里一紧，立刻放大画面，仔细查看。血迹看起来很新鲜，应该是刚留下不久，拖拽的痕迹很宽，像是有人被拖进了山里。我操控无人机沿着痕迹追踪，走了大概1公里，痕迹在一处山洞口消失了。山洞很隐蔽，被厚厚的积雪和灌木丛遮挡，如果不是顺着痕迹找，根本发现不了。我操控无人机仔细检查了山洞周围，没有发现其他异常，只能先让无人机返回，继续监控村里的情况。回到避难所，我把发现告诉了爸妈。爸爸皱起眉头，山里肯定发生了什么事，说不定有危险，咱们得更小心。妈妈也很担心，会不会是其他地方的幸存者跑到这里来了？我摇了摇头，目前还不确定，但这道血迹和拖拽痕迹绝不是好兆头。末世里，任何未知的情况都可能带来致命危险。我立刻调整了无人机的巡逻路线，增加了对村外山林的监控频率，尤其是那个隐蔽的山洞，每隔半小时就会让无人机查看一次。同时，我再次检查了避难所的所有防御系统，确保声波装置、电机设备都能正常工作。武器也重新清点了一遍，强弩上弦，电击器充满电，匕首放在控制台抽屉里，随时可以拿到。接下来的几个小时，我一直盯着监控，村里没有任何异常，姨父还在召集村民开会，看起来并没有人失踪。那道血迹和拖拽痕迹的主人到底是谁？山洞里又藏着什么？这些问题像石头一样压在我心里。天黑后，我再次操控无人机飞向那个山洞，用夜视模式查看。山洞里依旧黑漆漆的，没有任何光亮，也听不到任何声音。但我注意到洞口的积雪又被踩过，留下了新的脚印。我心里的不安越来越强烈，末世里的危险不只来自村民和严寒，还可能来自未知的幸存者或者其他意外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加密了对山林的监控，尤其是那个隐蔽的山洞，可始终没再发现异常。溶洞里的土豆已经成熟，我和爸妈一起挖出满满2筐，表皮光滑饱满，足够我们吃很久。速生菜也一茬接一茬的收割，妈妈还尝试着做了蔬菜干，方便长期储存。与此同时，监控里的姨父越来越焦躁，他掌控着村里仅剩的存粮，却满足不了所有人的需求。村民们的抱怨声越来越大，为了立威，也为了寻找更多食物。这天上午，姨父带着5个身强力壮的村民，背着简陋的武器，朝着山里走去，说是要打猎。我立刻操控无人机跟了上去，想看看他们的动向。姨父一行人在山里漫无目的的搜寻，冻僵的动物没找到，却在靠近那个隐蔽山洞的地方遇到了另一伙人。这伙人穿着统一的厚外套，手里拿着管制刀具，还有2个人背着猎枪，看起来很不好惹，应该就是所谓的掠夺者。姨父率先开口：“我们是附近村里的，来山里找吃的，没有恶意。”掠夺者头目是个脸上有刀疤的男人，他冷笑一声：“这山里的东西都是我们的，你们赶紧滚，不然别怪我们不客气。”双方话不投机，很快就发生了冲突。掠夺者有猎枪，占据了绝对优势。姨父这边的村民很快就被打倒2个，其他人吓得不敢反抗。姨父见状，立刻改口：“别打了，我们有重要消息告诉你们。”
村里有黄金，还有一个避难所，里面物资充足，吃的用的应有尽有。刀疤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，挥手让手下停手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千真万确。姨父连忙说道。避难所是我侄女建的，她用黄金换了很多物资，里面有吃不完的粮食、药品，还有温暖的住处。只要我们合作，就能把避难所抢过来。黄金和物资我们平分。刀疤沉吟了一下，显然被这个诱惑打动了。他盯着姨父，你没骗我，如果敢耍花样，我立刻杀了你。绝对没骗你。姨父拍着胸脯保证，我可以带你们去，只要能抢下避难所，我愿意分你们一半物资。刀疤最终同意合作，提出了条件，我派2个人跟你回村侦查，确认情况属实后，我们再动手。抢到避难所，黄金和物资必须分我们一半，而且你们要听从我的指挥。姨父连忙答应，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。他显然觉得找到了靠山，能顺利抢下我的避难所。我操控无人机，把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，心里咯噔一下。姨父勾结了掠夺者，情况比我想象的更严重。这些掠夺者有武器，比村民们更难对付。避难所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。我立刻操控无人机，悄悄跟在他们身后，看着姨父带着2个掠夺者往村里走。这2个掠夺者都很警惕，一个身材高大，眼神锐利，另一个则比较瘦小，一直观察着周围的环境。我注意到那个高大的掠夺者走路姿势很标准，眼神时不时扫视四周，像是经过专业训练。回到村里，姨父迫不及待地向2个掠夺者介绍避难所的情况，把我说的不堪一击，还说避难所的防御都是样子货。可那个高大的掠夺者根本没听他吹嘘，而是走到村子边缘，远远地观察着避难所。他眯着眼睛，仔细打量着避难所的围墙、大门和通风口，嘴里还低声和身边的瘦小掠夺者说着什么。我心里一沉，这个高大的掠夺者不简单，他肯定看出了避难所的防御不一般。果然，没过多久，我就看到那个高大的掠夺者对着姨父摇了摇头，语气严肃地说了几句话。姨父的脸色瞬间变了，不停地解释着什么。可对方根本不信。我通过无人机的收音功能，隐约听到高大掠夺者说，这不是普通的民用防御，是军事级别的。围墙加固过，大门有多重锁，通风口也有防御装置，不好对付。我心里清楚，这个高大的掠夺者很可能是退伍兵，他一眼就看穿了避难所的防御强度，姨父想靠掠夺者抢下避难所的算盘，恐怕没那么容易实现。但这也意味着，他们接下来可能会制定更周密的计划，攻击会更加猛烈。果不其然，当天傍晚，刀疤就带着另外7个掠夺者赶到了村里，加上之前的2个，一共9人。他们大多拿着自制的砍刀、铁棍，还有3个人背着猎枪，装备比村民强太多。我立刻启动最高级别的警戒，让爸妈躲进溶洞的安全区域，自己守在控制台前，紧盯着各个监控画面。刀疤没有立刻发动攻击，而是带着人绕着避难所走了一圈，显然是在观察防御弱点。他们试图找到通风口和能源接口，想切断避难所的通风和电力，可所有关键位置都被我做了隐蔽和加固。他们折腾了半天，什么也没找到，只能骂骂咧咧地退了回去。给我围起来，我看他们能躲多久。刀疤的声音通过监控传到我耳朵里。9个掠夺者分散开来，守住了避难所的各个出口，形成了包围之势。他们还在围墙外点燃了几堆篝火，既能取暖，又能防止我们趁夜逃跑。我知道不能被动防守，必须先给他们一个下马威。等到深夜，2个掠夺者偷偷摸到围墙边，试图用工具破坏大门的锁。我盯着监控，在他们靠近的瞬间，按下了高压电围栏的开关。啊！2声惨叫同时响起，那2个掠夺者被高压电击中，浑身抽搐着倒在地上，手里的工具也掉在了一边。其他掠夺者听到惨叫，立刻围了过来，把受伤的2人拖了回去。刀疤看着倒地哀嚎的手下，眼神变得更加凶狠，敢用电击我们，等着瞧。他虽然愤怒，却也不敢再轻易靠近围墙，只能让手下继续围着，想把我们困死在里面。高压电围栏击伤2人后，避难所暂时恢复了平静。我松了口气，走到溶洞里告诉爸妈情况，他们脸上满是担忧。这些人有枪，我们能守住吗？放心，避难所的防御很坚固，他们攻不进来。我安慰道，但心里也清楚，刀疤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果然，第2天一早，监控里就出现了让我心头一紧的画面。刀疤竟然抓了老村长的孙子，那个只有8岁的小孩。他把小孩带到围墙外，手里拿着一把砍刀，对着避难所大喊：林婉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立刻开门投降，不然我每小时杀1个人。现在开始计时。小孩吓得哇哇大哭，不停地喊着救命。我看着监控里瑟瑟发抖的孩子，心里像被揪了一样疼。老村长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好人，却被姨父害死。现在他的孙子又成了刀疤威胁我的工具。爸妈也看到了这一幕，妈妈忍不住哭了。这孩子太可怜了，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我紧紧攥着拳头，心里无比纠结。开门投降，我们一家3口都会死在刀疤和姨父手里；不开门，无辜的孩子就会丧命。刀疤看出了我的犹豫，又喊道：还有59分钟，你好好想想，是你一家人的命重要，还是一个不相干的小孩重要？姨父也在一旁煽风点火：婉婉，别固执了，开门吧，我们还能留你一条活路。我看着监控里姨父那张丑恶的嘴脸，心里充满了恨意。如果不是他勾结掠夺者，根本不会发生这样的事。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走到控制台前，再次检查所有防御系统，高压电围栏、声波装置、无人机都能正常工作，武器也都准备好了。但刀疤手里有枪，还有人质，硬拼肯定会伤到孩子。我必须想办法既保住孩子，又守住避难所。爸妈，你们在这里等着，千万别出来。
我说道，我去试试和刀疤谈判，拖延时间，再找机会救人。爸爸拉住我，太危险了，他手里有枪，你不能出去。我不出去，用扩音器和他谈。我说道，拿起扩音器走到发声口。我对着扩音器喊道：“刀疤，我可以和你谈判，但你必须先放了孩子。”刀疤冷笑一声：“谈判可以，但孩子不能放，这是我的筹码。你现在开门，我可以保证不伤害你们，还能分给你们一点物资。”不可能！我立刻拒绝。你先放了孩子，我们再谈物资的事，不然就算我死，也不会开门。刀疤显然没想到我这么强硬，沉默了几秒后说道：“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给你半小时考虑，半小时后不开门，我就废了这孩子一条胳膊。”扩音器里传来孩子更加凄厉的哭声，我的心像被针扎一样。我知道刀疤是说到做到的，必须尽快想办法。我回到控制台前，操控无人机悄悄飞到围墙外，对准刀疤和孩子的位置。无人机的摄像头清晰地拍下了现场的情况。刀疤一手拽着孩子的衣领，一手拿着砍刀，旁边站着2个掠夺者，手里都端着猎枪，其他掠夺者则分散在周围，警惕地盯着避难所的大门。我观察着周围的环境，发现刀疤他们站的位置离围墙不远，而且旁边有一堆柴火，或许可以利用这个制造混乱，趁机救人。但他们手里有枪，一旦行动失败，不仅救不了孩子，我也会有危险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半小时很快就要到了。刀疤的声音再次传来：“时间到了，你到底开不开门？”我深吸一口气，对着扩音器喊道：“再给我10分钟，我需要和我爸妈商量一下。”刀疤不耐烦地说道：“就给你10分钟，10分钟后不开门，别怪我心狠。”我知道这10分钟是最后的机会，必须尽快行动。我快速检查了一遍无人机的功能，确保它能正常投放东西，然后从储藏室找出一枚烟雾弹，这是我之前准备的应急物资，没想到现在能派上用场。我把烟雾弹固定在无人机上，操控无人机慢慢靠近刀疤他们所在的位置。监控里，刀疤正低头对着孩子呵斥，根本没注意到头顶的无人机。我屏住呼吸，在无人机飞到他们上方时，按下了投放按钮，烟雾弹掉在地上，瞬间炸开。浓密的烟雾笼罩了整个区域，不好，有埋伏！刀疤大喊一声，手里的砍刀下意识地挥舞着。我趁着烟雾弥漫，立刻启动声波装置，强烈的声波让围墙外的掠夺者们头晕目眩，纷纷捂起耳朵。孩子趁着混乱，挣脱了刀疤的手，朝着村里的方向跑去。刀疤反应过来，对着孩子逃跑的方向开了一枪，但烟雾太大，没有打中。我看着监控里孩子安全跑远，松了口气，但刀疤的愤怒已经到达了顶点。他对着扩音器嘶吼道：“李英婉，你敢耍我，我要让你付出代价！接下来每小时杀一个村民，直到你开门为止！”我关掉扩音器，胸口还在剧烈起伏。刚才救人的惊险让我心有余悸。爸妈围过来，脸上满是担忧。孩子跑掉了，刀疤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接下来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守住这里。我咬着牙说：“开门就是死。刀疤和姨父不会放过我们，那些村民也只会跟着抢物资，到时候所有人都得死。”妈妈还想说什么，被爸爸拉住了。他看着我，婉婉说的对，现在只能硬手，但也不能让刀疤随便杀村民。我回到控制台前，盯着监控画面，刀疤果然在村里抓了2个老人，押到围墙外，扬言1小时后不开门就杀人。我握紧拳头，却毫无办法，只能祈祷有奇迹发生。就在这时，监控里看到李叔偷偷溜到了避难所侧门附近，对着门口的摄像头比划着什么。我立刻操控侧门的小型观察窗打开一条缝。李叔压低声音说：“林婉，我知道一条旧时的采药道，能绕到掠夺者后面的山坡，你要不要试试从后面偷袭？”我心里一动，这或许是唯一的机会。那条路好走吗？有没有危险？李叔快速说：“路不算宽，但能走，都是山路，他们不会想到有人从那边来，我可以给你带路，现在就走，能赶在他们杀人前绕过去。”我犹豫了一下，李叔虽然老实，但现在情况复杂，我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。可除了这个办法，我实在想不出其他出路。你等我10分钟，我说道，立刻回到储藏室，翻出之前准备的材料。我要做简易的遥控炸弹和烟雾弹。炸弹用汽油和鞭炮制作，威力不大，但能制造混乱。烟雾弹还是用之前的配方，能遮挡视线。我快速组装，爸妈也过来帮忙，剪引线、装燃料。10分钟内做好了4个炸弹和6个烟雾弹，都装在背包里。我背上背包，拿起强弩和电击器，对爸妈说：“我跟李叔去偷袭，你们守好避难所，不管外面发生什么，都别开门。”爸爸点点头，注意安全，实在不行就回来，别硬拼。妈妈再给我几包压缩饼干，带上路上吃，小心点。我走到侧门，再次打开观察窗，李叔还在原地等着。我们走。我打开侧门的一道缝，快速钻了出去，然后关上大门，跟着李叔往山里跑。山路很滑，我们深一脚浅一脚的前进。李叔熟悉路线，带着我绕开陡峭的地方，朝着掠夺者后方的山坡跑去。跑了大概半小时，我们已经能看到山坡下方的篝火。刀疤和几个掠夺者正围着篝火取暖，另外几个则守在围墙外，压着那2个老人。我和李叔躲在山坡上的灌木丛后，观察着下面的情况。现在怎么办？李叔低声问。我从背包里拿出烟雾弹。等会儿我扔烟雾弹，制造混乱，你趁机去救那2个老人，我去偷袭刀疤他们。李叔点点头，握紧了手里的砍柴刀。就在我准备拿出烟雾弹的时候，突然听到身后传来脚步声。我立刻转身，举起强弩，却看到小慧站在不远处，脸色苍白，身上沾满了血。你怎么来了？我警惕地问。她是姨父的女儿，我不能相信她。小慧走到我面前，带着哭腔说：“我知道怎么救孩子，还有村里的人。刀疤他们有个弱点，我能帮你，但我要进避难所，我不想再跟着我爸妈干坏事了。”我皱起眉头。你爸妈害死了老村长，还勾结掠夺者，我凭什么相信你？小慧哭着说：“
我真的想回头，我爸妈只知道抢黄金和物资，根本不管我的死活。刀疤手里的猎枪有2杆是坏的，只有1杆能正常开枪，而且他们的子弹不多了。我还知道他们晚上换岗的时间，我们可以趁换岗的时候偷袭。我盯着小慧的眼睛，想看出她是不是在撒谎。她的眼神里满是恐惧和恳求，不像是装的，但我还是不敢轻易相信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小慧说道。我想活下去，避难所是唯一安全的地方。我知道你有良心，不会见死不救。只要你让我进避难所，我一定帮你打败刀疤他们。李叔在一旁说：“林婉，要不就相信他一次。他知道刀疤的情况，能帮上忙。”我犹豫了一下，现在情况紧急，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，而且小慧说的刀疤的弱点，如果是真的，对我们偷袭很有帮助。好，我相信你一次。我说道，但如果你敢耍花样，我立刻杀了你。小慧连忙点头，我不会的。现在跟我来，换岗时间快到了，我们可以趁这个机会动手。我和李叔跟着小慧悄悄绕到离刀疤他们更近的地方。小慧指着篝火旁的刀疤说：“那个拿猎枪的就是刀疤，他手里的枪是唯一能正常开枪的，另外2杆枪根本打不出子弹。再过10分钟，守在围墙外的2个人就会过来换岗，到时候他们的防备最松。”我看着手表，倒计时开始，心里默默盘算着计划。换岗时，我先扔烟雾弹，然后偷袭刀疤，夺走他手里的猎枪。李叔去救那2个老人，小慧则负责引开其他掠夺者。只要能夺走猎枪，我们就有胜算。10分钟很快就到了，守在围墙外的2个掠夺者果然朝着篝火的方向走来。我立刻拿出烟雾弹，拉开引线，朝着篝火旁扔了过去。烟雾弹炸开，浓密的烟雾瞬间笼罩了整个区域。不好，有偷袭！刀疤大喊一声，手里的猎枪对准烟雾弥漫的方向。我趁着混乱，快速冲了出去，朝着刀疤的方向扑去。刀疤还没反应过来，我就已经冲到他面前，用强弩的弩托狠狠砸在他的手腕上。啊！刀疤惨叫一声，猎枪掉在了地上。我立刻捡起猎枪，对准其他掠夺者，都不许动，谁动我就开枪了。掠夺者们被突如其来的偷袭吓住了，加上烟雾遮挡视线，根本不敢乱动。李叔趁机冲过去，解开了那2个老人的绳子，带着他们往山坡上跑。小慧则大喊着：“刀疤的枪被抢了，大家快跑啊！”掠夺者们更加慌乱，开始四处逃窜。刀疤捂着受伤的手腕，看着我手里的猎枪，眼神凶狠：“你敢伤我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”他朝着我扑过来，我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，子弹打在他的腿上，他倒在地上哀嚎起来。其他掠夺者见状，跑得更快了，很快就消失在夜色里。我走到刀疤面前，用枪指着他：“姨父在哪里？”刀疤疼得龇牙咧嘴。他在村里的房子里等着我们的消息。我看了一眼小慧，你去把姨父叫过来，就说我们已经打败了掠夺者，让他来分物资。小慧犹豫了一下，还是点了点头，朝着村里跑去。没过多久，小慧就跑了回来，喘着气说：“我爸不肯来，他说要等看到物资才相信。”我心里清楚，姨父肯定是起了疑心，但现在不是管他的时候，你跟我回避难所。我对小慧说：“我不能让你一直待在外面，也不能轻易打开正门。”我带着小慧和刀疤朝着避难所的方向走去，李叔则带着2个老人跟在后面。回到避难所侧门，我没有打开大门，而是打开了旁边的垃圾通道。这个通道很窄，只能容1个人通过，而且里面有消毒装置，你从这里进去。我对小慧说，进去后会经过消毒隔离区，老实待着，别乱动。小慧点点头，弯腰钻进了垃圾通道。我启动消毒装置，看着他通过监控进入隔离区后，才打开侧门，让李叔和2个老人进来，然后把刀疤绑在门外的柱子上，作为牵制。进入避难所后，爸妈立刻围了过来，看到我们安全回来，松了口气。我把刀疤绑在门外的事告诉他们，又让他们照顾好李叔和2个老人，自己则去隔离区见小慧。你说你知道掠夺者营地的弱点？我隔着隔离门问，具体是什么？他们的营地后方有个陷阱，是之前打猎挖的深坑，上面盖着树枝和雪。小慧说道，刀疤让2个人守在那里，防止有人偷袭，但其实那里防守很松，我可以带你过去，我们从陷阱旁边绕过去，偷袭他们的营地，就能救出其他被抓的村民。我盯着小慧，想看出她是不是在撒谎。她眼神坚定，看起来不像是假的。但李叔突然走过来说，我觉得有点不对劲，小慧之前一直跟着他爸妈，怎么会突然知道掠夺者的陷阱？我心里也泛起一丝疑虑，但现在救人要紧，只能冒险一试。好，我跟你去。我说道，但你要是敢耍花样，我绝不饶你。我打开隔离门，让小慧出来，然后背上强弩和剩下的烟雾弹，又带上一把砍刀。李叔也要跟着去，我劝不住他，只能让他跟在我身后，注意安全。我们再次从侧门出去，小慧走在最前面，带着我们朝着掠夺者的营地走去。营地在村外的一片空地上，周围有几个掠夺者在巡逻。小慧指着营地后方说，陷阱就在那边。我们从旁边的树林绕过去，我们钻进树林，慢慢朝着营地后方移动。走了大概10分钟，小慧突然停下脚步，就在前面，你们等着，我去看看有没有人。她刚走出去几步，李叔突然拉住我，低声说，不对，前面根本没有陷阱的痕迹，而且我看到树林里有影子，像是埋伏的人。我心里一惊，立刻举起强弩，朝着四周张望。就在这时，砰的一声枪响，李叔闷哼一声，倒在地上，肩膀上渗出了鲜血。不好，有埋伏！我大喊一声，立刻拉着小慧躲到一棵大树后面。树林里冲出几个掠夺者，正是之前逃跑的那些人。刀疤也被人救了出来，手里拿着一把砍刀，恶狠狠地看着我。林婉，你果然上当了！我这才明白，小慧根本就是和刀疤设的套，目的就是诱我出避难所。你为什么要骗我？我对着小慧怒吼。小慧低着头，不敢看我。我没办法，我爸妈在他们手里，他们逼我这么做的。刀疤冷笑一声，别跟他废话，杀了他们。
掠夺者们朝着我们冲了过来，我立刻扔出烟雾弹，浓密的烟雾笼罩了周围的区域。李叔，你撑住！我大喊着，扶起受伤的李叔，让他躲在树后，然后拿起强弩，朝着冲过来的掠夺者射击。一支弩箭射中了一个掠夺者的腿，他倒在地上哀嚎起来。混乱中，小慧突然扑过来，抢走了我手里的另一把强弩。他拿着弩，站在烟雾中，不知道该帮哪一边。刀疤看到他拿着弩，以为他要偷袭自己，大喊一声叛徒，然后举起砍刀，朝着小慧砍了过去。不要！我大喊着想阻止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砍刀砍中了小慧的肩膀，她倒在地上，手里的弩也掉了。就在这时，营地的方向传来一声凄厉的尖叫，姨妈疯了一样冲了过来，扑到小慧身边。我的女儿，你不能死！我趁着刀疤分神的瞬间，拿起砍刀，朝着她冲了过去。刀疤没想到我会突然袭击，被我一刀砍中胳膊，他疼得大叫一声，后退了几步。其他掠夺者看到刀疤受伤，顿时乱了阵脚。我又砍倒了一个掠夺者，剩下的人不敢再冲过来，只能拖着受伤的同伴往后退。姨妈抱着小慧，哭得撕心裂肺。小慧，你醒醒，妈对不起你。小慧躺在姨妈怀里，气息微弱。妈，我错了。话没说完就没了呼吸。姨妈看着小慧的尸体，眼神变得疯狂。她捡起地上的弩，朝着刀疤射了过去。我要杀了你！弩箭射中了刀疤的胸口，他倒在地上，挣扎了几下就不动了。剩下的掠夺者看到刀疤死了，吓得转身就跑，很快就消失在树林里。我松了口气，走到李叔身边，他肩膀上的伤口还在流血。李叔，你怎么样？没事，死不了。李叔喘着气说，幸好你反应快，不然我们都得死在这里。姨妈抱着小慧的尸体，坐在地上痛哭，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小慧的名字。我看着她悲痛的样子，心里没有丝毫同情，这都是她和姨父自找的。我扶着李叔，朝着避难所走去。姨妈突然站起来，朝着我们大喊，林婉，你给我站住，如果不是你，小慧就不会死，我跟你没完。她朝着我们冲过来，我转身举起砍刀，对着她说，你要是再过来，我就杀了你。姨妈停下脚步，眼神里充满了恨意，但她也知道打不过我，只能在原地发出一声野兽般的嘶吼。我不再理会她，扶着李叔快步回到了避难所。进入避难所后，爸妈立刻迎上来，给李叔处理伤口、消毒、清洗、包扎。李叔疼得龇牙咧嘴，但精神还好，死不了。他喘着气说，幸好你反应快。我顾不上多说，立刻冲到控制台前，调出营地附近的监控。画面里，姨妈抱着小慧渐渐冰冷的尸体，一动不动地坐在雪地里，像一尊被悲伤和恨意冻结的雕塑。过了许久，她终于动了。她缓缓放下小慧，动作轻柔地像在安放最珍贵的瓷器。然后她站了起来，她的眼神变了，她没有再看小慧，也没有看向避难所或村子的方向，而是直直地一步一步地朝着还在冒烟、上有零星火苗的掠夺者营地走去。不好！我心里一紧，立刻操控无人机低空跟上。姨妈走到营地边缘，那里堆放着掠夺者们抢来或收集的物资，几个破旧的油桶、散落的弹药箱、引火用的柴草。她对这些东西视若无睹，目光死死锁定了营地中央那个最大的，之前刀疤用作指挥所的棚屋。她走了进去，片刻后，她拖着一个沉重的铁皮油桶走了出来，那桶身上还残留着汽油的模糊字样。她拧开盖子，刺鼻的汽油味仿佛能透过监控传来。他没有丝毫犹豫，开始将桶里剩余的汽油泼洒在棚屋四周附近的物资堆上，甚至泼在自己身上一些。既然都活不成，他抬起头，对着无人机的方向咧开一个惨烈到极点的笑容，声音嘶哑却异常清晰，那就一起死吧。刀疤，你的债，你的窝，你的手下，都给我女儿陪葬。话音未落，他掏出一个从掠夺者尸体上摸来的粗糙的打火石，用力一擦，火星溅到浸满汽油的地面和他的衣角。比之前任何一次爆炸都要猛烈的火球瞬间腾起，烈焰如同咆哮的巨兽，一口吞没了整个棚屋，周围的物资堆也彻底吞没了姨妈的身影。爆炸的冲击波甚至让稍远处的无人机画面都剧烈晃动，雪花闪烁。紧接着是更密集的噼里啪啦的讯爆声，那是被引爆的弹药。燃烧的碎片和炽热的火焰四散飞溅，瞬间点燃了营地其他尚未完全熄灭的棚屋和杂物。冲天的火光和巨大的动静，如同最耀眼的信号弹，将那些原本躲藏在营地外围、雪窝里或附近灌木丛中，侥幸逃过之前战斗的剩余掠夺者彻底暴露了出来。他们被这突如其来的地狱之火吓得魂飞魄散，连滚带爬的从藏身处逃出，身上或多或少沾着火星，在雪地上惊慌失措的乱窜，成了最醒目的靶子。就是现在！爸爸在一旁激动地喊道。我强压住心头那丝复杂的震颤，眼神重新变得锐利，没有丝毫犹豫。我操控着一直悬停在空中的早已挂在好燃烧瓶的无人机，朝着那几个显眼的目标俯冲而去。玻璃瓶碎裂，汽油与火焰结合，瞬间在那几个掠夺者身边绽放出死亡的花朵，惨叫声此起彼伏。他们在雪地里翻滚，却再也扑不灭这人为的结火。我冷静地操控无人机补刀，确保没有一个能逃脱，直到最后一个身影在火焰中停止挣扎，化为一团焦黑。营地的大火还在熊熊燃烧，火光映红了半边雪叶，那里面埋葬了刀疤、小慧、姨妈以及所有贪婪和罪恶。李叔包扎好伤口，走到监控前，看着那片火海，沉默良久，才重重叹了口气。哎，冤孽总算烧干净了。妈妈也抹了抹眼角，不知是为小慧，还是为那疯狂的姨妈，或者只是为了这末世里无尽的悲剧。我关掉无人机画面，深深吸了口气。最大的外部威胁，随着这场同归于尽的大火，暂时解除了。但我知道还有一个隐患，姨父还没找到。
营地的大火烧了整整1夜，天亮时分才渐渐熄灭，只剩下一片冒着青烟的焦黑废墟，与周围洁白的雪原形成触目惊心的对比。空气中弥漫着焦糊和另一种难以言喻的气味。我操控无人机在村子上空盘旋侦查，除了那片废墟，村里异常安静。幸存的村民们经过连番惊吓和争斗，早已躲藏起来，或者耗尽了力气。上午，李叔忍着伤痛，强撑着走出了避难所。他在村里艰难地走动，呼喊。最终，在几个相对完好且有村民悄悄指点的地窖和废墟角落里，陆陆续续找出了9个人。清点下来，除了李叔自己，还有老村长的儿媳春梅和他8岁的儿子小豆子、铁匠赵博、寡妇刘婶，以及4个原本不算核心，在一副夺权后一直比较沉默的青壮年村民。9个人，个个面黄肌瘦，眼神惊恐又麻木，身上带着冻伤和之前斗殴留下的淤青。至于姨父张军，是被赵博带人从一个塌了半边的地窖里拖出来的，他缩在角落，浑身脏污。当听到李叔用平静到冷酷的语气告知他你老婆放火烧了营地，和刀疤他们一起死了，小慧也没了时，他先是愣住，然后开始嘿嘿傻笑，笑着笑着又嚎啕大哭，嘴里颠三倒四的念叨：金子，我的金子，小慧老婆，别墅都是我的，呵呵都没了。他彻底疯了，村民们看着他这副模样，有唾弃，有漠然，也有一丝兔死狐悲的凄凉。最后，大家用找到的破绳子把他捆了捆，扔进了村里一个废弃的、漏风的牛棚里，免得他乱跑惹事或伤人。通过监控看着这一切，我知道，这秩序随着那把火和姨父的疯癫彻底崩塌了。村里这9个幸存者失去了领头人，也几乎失去了所有物资和方向。如果不能尽快建立新的、可行的生存方式，等待他们的不是内斗而死，就是悄无声息地冻饿而亡。现在村里只剩他们了，乱成一团。没有吃的，没有头绪。爸爸看着监控里茫然无措的村民，眉头紧锁。婉婉，你说我们能帮帮他们吗？不是像以前那样给点吃的打发，而是教他们怎么活下去。妈妈试探着问，语气里有不忍，但也带着谨慎。上一世的教训和这一世的冲突，让他也明白不能毫无原则。我沉思了片刻，赶尽杀绝。他们并非主恶，尤其是春梅和小豆子，放任不管。9个人在绝望中很可能再次成为不稳定因素，或者死绝，对我们长期居住的环境也无益。帮，但要换种方式。我做出了决定，不能白给，要让他们用劳动换生存。我们需要一个相对稳定、能自给自足的外围，而不是一群随时会变成饿狼的邻居。爸妈对视一眼，点了点头。这个道理残酷但真实。我找出纸笔，用工整的字迹写下每日完成指定工作，可换取基础食物、工作内容及交接方式，将通过无人机指示遵守规则，可长期换取食物、工具、药品，破坏规则或试图攻击，后果自负。将字条封好。第2天清晨，我操控无人机将其投放在了李叔等人暂时聚集的空地上。春梅最先捡到，递给了李叔。李叔看完，沉默了好一会儿，才大声念了出来。念完，他环视了一圈，目光重新聚焦过来的幸存者们都听见了。李叔的声音沙哑却有力，想活下去，这是眼下唯一看得见的道，愿意干的留下，还想歪心思的现在就可以走，没人拦着。春梅搂紧了小豆子，第一个点头，眼泪无声的流下来。我们干，只要能让孩子有口吃的。赵博抹了把脸，叹道：有门手艺，总饿不死。我干。刘婶和其他几个青壮也陆续点头。好。李叔捏紧了字条，那咱们就按着规矩来。很快，无人机的旋一声传来，投下了第一个任务包裹，里面是简单的工具和一张手绘示意图。任务1：清理营地废墟边缘危险杂物，划定安全隔离区，注意明火于禁。李叔立刻分工，赵博带青壮清理，刘婶和春梅负责协助和照料小豆子。我通过无人机在高空监视，确保他们认真工作，也警惕是否有意外危险。工作进行到下午，我才切换画面，看了一眼牛棚，一副不知怎么挣脱了松开的绳索，正用一块木炭在斑驳的土墙上画着扭曲的圈圈和线条，嘴里依旧念念有词，眼神浑浊狂乱。我记下这个情况，提醒自己保持关注。傍晚，清理工作基本完成，我通过避难所侧面预留的带有缓冲保温层的物资滑索管，送出了第一批报酬。9个密封防水的食物包，每个里面有3块压缩饼干、1小条肉干和2片维生素。小豆子拿到还带着一丝室内暖意的食物包时，眼睛里的光彩是我在监控里许久未见的。他小心翼翼地掰了一小块饼干放进嘴里，然后对李叔露出了一个怯生生却真实的笑容。李爷爷，甜的。李叔揉了揉他的头发，脸上也难得的松弛了一丝。看到监控里众人分食，时内短暂却真实的平静。爸妈稍微松了口气。以后每天根据他们完成工作的难度和进度，换取对应的食物和必要物资。我对爸妈解释我的计划，工具、药品、御寒物品，甚至种植知识，都可以作为高级报酬，让他们形成依赖劳动获取生存资源的习惯，而不是依赖抢夺或施舍。那要是他们以后人多了，或者有力气了，再想来抢呢？妈妈仍有忧虑，所以规则里写了后果自负。我指着监控里高耸的避难所外墙和隐约可见的防御设施，而且我们掌握着物资分配权和知识，只要他们还想在这片冰雪世界里活下去，就得遵守这个由我们主导的交换规则。这比纯粹的武力对抗或放任自流都要更可持续。
接下来的几天，我每天通过无人机下达不同的工作任务，收集可用木材，加固他们选择的过夜石屋，寻找相对干净的积雪融化取水。村民们逐渐适应了这种节奏，工作效率在缓慢提升，脸上的绝望被一种疲惫但专注的神情取代，一种脆弱的基于生存需求的新秩序开始在废墟和冰雪中萌芽。我则每天例行检查时，都会特别留意牛棚里那个疯癫的身影，他大多数时间在胡言乱语或昏睡，但那种彻底的疯狂总让人隐隐不安。尤其是他反复念叨的金子，让我不禁想起那口已悄然改变了我命运的水井。这天深夜，当我再次切换监控视角时，牛棚里空无一人，我心下一凛，迅速切换其他摄像头。很快，在夜视模式下，我看到一个佝偻踉跄的身影，正朝着村子中央那片已经半填埋、被视为不祥之地的水井就指摸去。是姨父，他不知用什么方法弄开了牛棚的破门，此刻正跪在水井口边缘，伸出已经冻得红肿溃烂的双手，开始疯狂地挖掘。村民们发现后，没人敢上前阻拦，他疯疯癫癫的样子太吓人。而且大家也怕惹祸上身，只能任由他在井口折腾。我通过监控看着这一切，心里没有丝毫波澜。第3天夜里，我操控无人机飞到井口上方，对着姨父喊话：“别挖了，井底没有金子，再挖下去你会死的。”姨父抬起头，浑浊的眼睛看着无人机，突然咧嘴嗤笑：“你骗我，里面全是金子，都是我的。”他说完，又低下头继续挖掘，动作比之前更疯狂了。我知道他已经彻底疯了，任何警告都没用，只能对着监控说：“这是你自己选的路，后果自负。”之后便不再干预，任由他自生自灭。村里的幸存者们在李叔的组织下开始了系统性的劳动，他们按照我通过无人机给出的指示，改建了3间相邻的石屋作为集体住所，把所有能找到的柴火都集中起来，共享取暖，这样能节省更多燃料。我还通过无人机远程指导他们开垦地下菜窖，地下温度比地面高，适合种植耐寒的土豆。我通过滑索给他们送去了土豆种子，又详细说明了种植方法。村民们按照我的指导，挖了一个不算太大的菜窖，把种子种了下去，每天轮流浇水、松土。为了鼓励他们劳动，我逐步增加了交换的内容，除了基础的食物，还会给他们提供工具、药品，甚至把种植知识详细写在纸上，通过无人机投给他们。村民们的积极性越来越高，每天都按时完成工作，村里的秩序也越来越稳定。第4天清晨，李叔带着村民们去井口附近干活，突然发现姨父不见了。大家顺着井口往下看，才发现他掉进了井中残留的冰层里，身体已经冻僵，眼睛还睁着，手里紧紧攥了一把泥土，像是还在寻找金子。村民们把姨父的尸体从井里捞上来，简单挖了个坑，把他埋了下去，没有立墓碑。李叔站在坟前，低声说了一句：“冤孽终于了。”其他村民也纷纷叹气，没人再多说什么。姨父的一生贪婪自私，最后落得这样的下场，也是咎由自取。末世第6个月，气温稳定在零下65摄氏度至零下75摄氏度之间，极寒冬季最冷的时期终于过去。村里的9名幸存者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分工，他们的连排保温石屋已经建成，中间共享一面火墙，烧一次火能让3间屋子都暖和起来，大大节省了柴火。地下菜窖里，第2批土豆已经成熟，挖出来满满2筐，足够他们吃上好一阵子。为了防范危险，他们还在村边的高地上搭了简易瞭望台，用镜片和反光材料做了预警装置，只要有异常动静，反光就能提醒巡逻的人。我们一家在避难所里的生活也越来越安稳，地下溶洞的温室被我和父亲扩大了不少，种上了番茄、南瓜和素生菜，现在已经能实现部分蔬果自给。父亲还研究出了鱼菜共生系统，利用温泉水养了耐寒的水藻和小型淡水贝，既能净化水质，又能作为额外的食物来源。母亲则建立了完整的食品加工线，把收获的蔬菜烘干、腌制，多余的肉类做成罐头，方便长期储存。我的任务就是维护避难所的所有系统，每天监控外界情况，定期通过无人机或滑索和村民交换物资与情报。